第46章地下建筑与米勒卡特签署完合同并收取了10磅的预付款后，克莱恩并没有急于去威廉姆斯街，而是约了下午4点。对此，米勒非常理解，在他看来，单枪匹马的夏洛特·莫里亚蒂侦探肯定要招募人手才能展开探索。等到这位老派绅士离开，克莱恩立刻回到餐桌旁，将已经变冷的牛排切割塞入肚中。真是的，他都不用吃午餐吗？非得挑这个时间点上门。勉强填饱肚子，克莱恩很是心酸的开始收拾。下午2点，玛丽太太按照预定来拜访，眼睛略有红肿，但脸色愈发阴沉，陪伴着她的斯塔林·萨默尔都不得不保持漠然。克莱恩将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张照片放在信封里递了过去。于是，你确认一下。玛丽迟钝2秒，缓缓吸了口气，才接过信封，抽出照片，仔细审视。很好，非常好，你是我见过做事最有效率、最负责任的侦探。我很荣幸将你介绍给克拉格俱乐部的成员。这是7磅的尾款，这是你应得的。玛丽从皮质手提包里掏出个钱夹，点数出1张5磅、2张1磅的钞票。接着，他没等待克莱恩回应，将照片塞进信封里，放入手提包中，猛然起身离开。噔噔噔，他的5纽扣皮靴踩出了急促的声音。斯塔林·萨默尔努力追赶，才勉强能够跟随。开门出去的时候，玛丽忽然绊了一下，险些摔倒。幸运的是，斯塔林正好扶住了她。有了这个插曲，玛丽明显放缓了动作，似乎已变得沉静。于是，你忘记拿便携型照相机了，我之后给萨默尔太太，让她带给你吧。克莱恩默默看着这样的场景，略微摇头，什么也没说。他返回2楼，小睡了个午觉，在附近教堂大钟准点的敲击声里舒服醒来。克莱恩之前已经翻过地图，确认威廉姆斯街在西区和皇后区交界的地方，属于贝克兰德核心且宜于居住的位置。西区和希尔斯顿区一栋不错的房屋要价是2500磅左右。米勒卡特的家靠近皇后区，又是前子爵的产业，面积肯定不小，整体买下至少得3500磅以上，甚至可能达到5000磅，这都能换一件相当好的神奇物品了。他过来拜访我，竟然没带管家，没有侍从，是因为初到贝克兰德，各方面都还没有步入正轨。克莱恩穿上双排扣长礼服，戴好帽子，提住手杖，出门进入了明斯克街。此时，煤气路灯尚未点亮，街道竟然比傍晚阴沉，但空气还算可以，没东边那几个区呛鼻。乘坐出租马车，一路来到威廉姆斯街。克莱恩在8号那栋房屋外看见了等待的男仆。这男仆穿着红色马甲、浅色长裤，恭敬地对来客行了一礼。下午好，请问是莫里亚蒂侦探吗？是的，我和卡特先生约好了时间。克莱恩轻轻颔首，跟着男仆进入了前有草坪侧有花园的豪宅。这栋房屋共2层，1楼相当凌乱，摆着不少建筑材料，有工人来往做着改造。米勒卡特没戴礼帽，掩着鼻端迎了过来。非常抱歉，这里太乱太脏了，但我希望在我的家人抵达贝克兰德前，一切都可以变得美好，只能催促他们不停的工作。说完，他望向男仆，吩咐了一声，你继续看着他们，难怪之前没带仆人，仆人都成监工了。克莱恩笑笑道，我认识不少医生，他们告诉我，刚改造过的房屋不适合立刻入住，至少得等待3个月的通风，否则身体不够强壮的老人和孩子很容易生病，是吗？米勒边领着克莱恩走向地下室，边疑惑反问道，我没有验证过，但我选择相信权威，据说这源于罗塞尔大帝流传下来的话语。克莱恩随口编撰道。米勒点了下头，又回身看了眼门口，忍不住皱眉问道，侦探先生，你没带助手？那片建筑里面也许藏着不小的危险，我有助手啊，只是你看不见。克莱恩腹诽一句，正色说道，这是第一次的探索，我会很谨慎的前进，有什么问题将立刻撤退，在这方面我有丰富的经验，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处境里。而配合不够熟练的助手，反倒容易让我的行动不够灵活，不够果断。米勒怔了怔道，你很专业的忽悠。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米勒不再怀疑什么，引着莫里亚蒂侦探穿过杂乱的客厅，沿着往下的阶梯，进入了一个相当宽敞的地下室。这里没有煤气管道，但墙上镶嵌有4个金属烛台，昏黄的光芒摇曳不定。踏着地上的石板，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不愧是贵族的房产，就连地下室都精装修过，而且差不多有我现在房屋的客厅那么大。这时，米勒指着最前方道：“那里有一扇密门，工人改造的时候发现的。”克莱恩凝目望去，借助不算明亮的烛光，看见角落里有一扇灰白色的石门，它原本应该与墙壁形成整体，但现在却暴露了出来。接下来交给你了，注意安全。老派绅士米勒给了克莱恩一盏1点亮的马灯，并叮嘱了一句：“预先通过风没有？”克莱恩谨慎问道。米勒微不可见摇头道：“里面并不算特别沉闷，但我没让工人走太远。”好的。克莱恩检查了下随身物品，戴好一只黑色手套，在米勒的目光里，不快不慢地提着马灯，靠近那扇石门，夹带手杖地推了开来。略显沉重的喳喳声里，他接着这边的光芒，看见了一条铺着深色石板的甬道。甬道的两侧和尽头分别有几扇木门，它们已出现腐朽的痕迹，但还勉强能用，不算太古老。不过门的浮夸风格和石板的深沉厚重不太切合，以前那个子爵家族更换过。克莱恩悄然开启灵室，握紧手杖，提着马灯，一步一步地前行。光芒驱散黑暗，路过两侧的房间时，由于米勒雇佣的那些工人未曾深入的探索，他能通过敞开的大门，看见里面略显空荡的场景，看见和门的风格相当一致的长凳桌子，没什么灵光闪烁。克莱恩略作检视，没有停顿的继续往前，一直来到尽头的黑色对开石门前，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掌，他半夹手杖，缓缓用力推动门扉，让人牙酸的摩擦声开始回荡，石门渐渐裂开了一道缝隙。克莱恩的眼中突然浮现点点灵光，映照出纠缠交错的无数气场颜色。他心中一紧，猛然发力推门，接着向后退了几步。石门的缝隙迅速扩大，一截黑色的滑腻的生物突地从上方掉了下来。那是条长着三角脑袋、有红色花纹的长蛇。它直起上半身，吐着芯子，用冰冷的棕黄的眼眸看着克莱恩。啪啪啪，一条又一条的蛇从门上掉落，堆在了入口位置。越过它们，克莱恩看见里面是一处大厅，大厅的中央有数不清的各种颜色的蛇蠕动着、抱团着，形成了10来米长宽的夸张蛇窝。那滑腻的恶心的感觉扑面而来，克莱恩的头皮顿时发麻，忍不住又退了2步，甚至想要移开眼睛，不敢直视。虽然他是一个男人，但他依然怕蛇，最怕的动物就是蛇。这源于他的一个心理阴影。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本该睡觉的他喜欢偷偷推开房间的门，透过缝隙和父母一块欣赏电影。很不幸，他父母有一次看的是蛇灾片，里面有一个场景是拆除建筑，结果挖出了一大窝的蛇，那密密麻麻的蠕动至今仍深刻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用沉眠符咒能影响这么多蛇吗？克莱恩艰难地吞咽了口唾沫，对着空气说道：“你有什么办法？”保镖小姐穿黑色哥特长裙的身影迅速浮现于他的身侧，嘴巴紧抿，什么也未说。克莱恩看了他一眼，他看了克莱恩一眼，谁也没有开口。等到有蛇缓慢往外游走，克莱恩终于咳了一声，再次重复道：“你有什么办法？”保镖小姐没有回答，漂浮了起来。甬道内突地刮起冷冽的寒风，呜，风声激荡，吹入大厅，这里的温度飞快下降，靠近外界。呜，大厅中央那密密麻麻的蛇猛然散开，向着四面八方游走，寻找着更加温暖、更适宜生存的地方。2、3分钟之后，大厅和甬道表层结出了薄薄的冰霜，那数不清的蛇已不知钻去了哪里。呜，风声还没有停息，克莱恩打着寒颤道：“差不多了。”激荡的寒风放缓了下来，但阴冷的感觉并未减弱。保镖小姐的身影则消失于了半空。克莱恩抬起夹手杖的右掌，捂住嘴巴和鼻子，打了个喷嚏，接着提高马灯，小心翼翼地穿过石门，进入那宽阔的大厅。这里的风格与外面的甬道一致，以深黑的石板为主，耸立着8根同色的圆柱，高高的穹顶垂下了一根根金属圆杆，它的底端是雕刻成不同生物的烛台。倒立的烛台。作为历史系的大学生，作为这个领域勉强能被称为精英的人物，克莱恩通过这独特的布置做出了初步的判断。第4季的建筑，第47章，怪异的雕像。北大陆各国的历史学界都公认第4季笼罩着浓厚的迷雾，让人看不清真实的模样。这段历史的各方面记载有太多的缺失和含糊，出土的陵墓、古城和文献则少之又少。
无法形成有效的印证。但这并不表示相关的研究无人去做，少之又少的意思是终究还是有些遗迹和资料的。原本的克莱恩是第4纪历史的狂热爱好者，看过非常多的论文和图书，如今的他还记得不少内容，不管是所罗门帝国，还是图铎王朝、特伦索斯特帝国，都有着接近的建筑风格，以违背常理、凌乱不对称、喜爱黑色为特点的建筑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从天花板垂落的烛台和黑色墙壁上劈砍般的花纹烙印。正因为如此，克莱恩举起马灯，看见那一根根从穹顶蔓延往下的金属圆杆和镶嵌在它们底部的烛台时，第一反应就是这片地下建筑属于第4纪，属于那段笼罩着厚重迷雾，让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惋惜遗憾的古老时光。有几篇论文提到过，不同的建筑物内部烛台的数量是不一样的。那3大帝国虽然崇尚不对称的美，但却似乎在各方面都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左3右2是普通民众能享受的最高规格，这是从建筑格局和房屋遗留判断的。克莱恩抬起手臂，将马灯举高，边缓慢往前走，边数着两侧的烛台。这座大厅比他预计的更加宽广，他走了至少有100米，才看到前方那高出地面半米的平台，才看到那标志着尽头的厚重墙壁。左边41个倒立的烛台，右边40，这有点夸张啊！这里属于哪个阶层？大贵族？安提戈努斯家族、查拉图家族可都是第4纪的贵族，他们同时也是强大可怕的非凡者家族，其他大贵族应该也不差。克莱恩举着马灯继续往前，看见了那个半高平台侧方的阶梯，看见了它表层黑色石砖上刀削斧砍般的烙印痕迹，真是第4纪的遗迹。克莱恩念头闪烁间，靠着敏锐的视力，靠着马灯的光芒，发现那高出地面半米的平台上面安放着2张铁黑色的座椅，巨大的座椅，古老的座椅，俯视着下方的座椅，整整2张。2张？为什么会有2张？按照布局，这里的座椅应该属于此地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那位，但竟然有2张。并列的大贵族，双伯爵、双公爵、双王子。克莱恩慢慢觉得自己的历史知识开始不够用了。他清楚地记得，很多论文提到过，所罗门、图铎和特伦索斯特3大帝国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阶层分明，不可逾越。从这个理论出发，在一个势力内部不应该存在并列的首领。奇怪，克莱恩咕哝了一句，算是说给保镖小姐听。有什么奇怪的？他背后突然响起了虚幻飘忽的声音。在黑暗宽广、空荡寂静的古老大厅内，这显得分外瘆人。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将自己观察到的形制特点、相应的历史知识和疑惑的地方如实告诉了对方。末尾则补充道，这里通风很良好，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入口。半融入黑暗的保镖小姐安静无声的听完，深深看了克莱恩一眼，道，你为什么会懂这么多？因为我是历史系的大学生。克莱恩在心中吐槽了一句，笑笑道，如果不是选择做侦探，或许我会成为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保镖小姐没做回应，也没再消失，当先飘上了那个半高平台。克莱恩提着马灯紧随其后，发现半高平台非常大，横有近40米，竖则10米上下，建筑风格恢宏和巨大化，也是第4纪的特点之一。他随口提了一句，小心谨慎地来到那2张铁黑色的巨大座椅之前，提起马灯认真审视，似乎是给3、4米的巨人做的。椅背上有徽章般的图案，这边是一顶黑色的皇冠，这边是一只握着权杖的手，不知道分别象征着什么。克莱恩自言自语般说道，并没有奢望保镖小姐回答。可是双脚离得漂浮的那位女士却突然开口道，这是图铎家族的徽章啊！克莱恩愕然望去，发现保镖小姐指的是那只握着权杖的手。图铎家族？这是第4纪图铎王朝的遗迹？这是皇族哪位成员的宫殿？克莱恩微皱眉头道，另外一个徽章你认识吗？竟然能与图铎家族的成员并列。保镖小姐摇了下头，没有说话。见此情状，克莱恩只好暂时放弃了研究的想法，转而说道，图铎和特伦索斯特家族分别建立帝国后，都保持着原本那种来源于所罗门帝国的风格，比如倒立的烛台、劈砍的烙印等等等等。这不符合正常的认知。如果我是皇帝，就算很多东西必须继承之前的，也会做一定的改变，以标识自身的特殊。这是否意味着3大帝国有潜藏的不变的联系？他猜测所罗门、
图铎和特伦索斯特家族都掌握着黑皇帝，也就是律师途径。类似的风格是扮演的需要。保镖小姐默然几秒，吐出了几个单词。只有皇帝才能被称为皇帝，这是证实了我的想法。克莱恩没再多问，提着马灯，绕着2张铁黑色的巨大座椅转了一圈，未有额外的发现。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克莱恩提议道。他话音未落，保镖小姐已自行往半高平台的尽头飘去，周围的阴冷和冰寒却未有改变。往前走了好几米，克莱恩借助马灯的光芒，看见大厅底部的墙壁上有7扇高大沉重的黑色石门，它们依次排开，左边2扇，中间1扇，右边4扇，完美符合了第4季在不对称上的追求。克莱恩将手杖交给提马灯的手，随意抛了个硬币，低声默念道：应该从左边开始争。铜便是翻滚下落，掉在他的掌心，人向朝上。我们去左边。克莱恩当先迈步，保镖小姐默然跟随，直到靠近最左侧那扇门，才飘忽着说道：从右边也一样，也就是说占卜占卜无所谓。克莱恩翘了下嘴角，举高马灯，审视起那扇门上的符号和图案，深黑为底，点缀璀璨，簇拥着被遮住一半的绯红之源。克莱恩的瞳孔陡然收缩，这是黑暗圣辉，这是黑夜女神的象征。在第4季的时候，女神教会支持的是图铎王朝。他若有所思地将手按在了石门上，喳，声色沉重的摩擦声里，黑色的石门缓缓往后敞开，马灯的光芒照入，那里的场景一点点勾勒于克莱恩的眼中。最先是几米长宽的空地，同样铺着深黑的石板，接着是个近1米高的平台。克莱恩小心谨慎地往前行走，并举高马灯，让它照出平台之上的事物。几秒之后，染着火色的光辉勾勒出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它长有4-5米，几乎占据满了房间的尽头。那是一位脸庞朦胧却异常秀美的女士，她右手支头，躺在平台之上，穿着层叠却不繁复的黑色古典衣裙，脑袋下方有一圈放射线条的圆形。在这位女士的衣裙上闪烁着点点灰芒，那是一粒粒明净璀璨的宝石碎片。一眼望去，克莱恩就像是看见了黑夜，看见了星星。如此衬托之中，那位女士脑袋下的圆形就如同一轮满月。克莱恩的思绪仿佛被凝固了，冻结了，但里面有一个猜测在疯狂冲撞，即将闯出。黑夜女神，保镖小姐的语气里带上了少见的疑惑。不管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表现看，这都似乎是女神的雕像。克莱恩的那个猜测终于成型，响亮的回荡于了他的脑海内。他记得自己曾经问过队长邓恩史密斯，问邪神和正神的其中一个区别，那就是前者有近似智慧生灵的形象，而后者指的象征符号组成的圣辉。而今天，此时此刻，他在这古老的诡异的地下建筑里见到了一尊疑似黑夜女神的雕像，完完全全的人形雕像。这代表着什么？光是想想就让克莱恩不寒而栗。难道女神曾经是邪神？不，也许是其他的黑夜领域的邪神，但门口的黑暗圣辉与现在的没有区别，或者说具备智慧生物形象并不是划分正神和邪神的标准。队长毕竟层次不够，了解的不够准确。还有可能是图铎家族的人故意亵渎女神，也可能是借此布置什么诡异的仪式。一个个想法在克莱恩的心中跳跃，让他既疑惑、忐忑、紧绷，又觉得这里有种说不清楚、无法描述的怪异感。我们再去另外的几扇门后看一看，环视一圈，没其他发现的克莱恩吸了口气，主动开口道：不知道剩下的6扇门又分别对应着什么，是否同样邪异和古怪？他颇为凝重地想着。保镖小姐缓慢地点了下头。第48章，最里面的房间。出了房间，克莱恩谨慎地将手杖和马灯置于同一只手，空出了左掌，以便有突发情况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取用同侧衣兜里的物品。那里有符咒，有阿兹克铜哨，有部分塔罗牌，除了另外存放的罗萨哥遗留特性全黑之眼，集齐了他的所有应对手段。克莱恩和保镖小姐仅仅侧走了一步，马灯的光辉就照亮了旁边大门上的徽章。那是由麦穗符号、鲜花符号和泉水符号簇拥的一个简笔婴儿。大地母神的圣辉，克莱恩凝重而低沉地说道，作为前职业者，分辨其他教会的象征符号是基本功之一。保镖小姐微不可见点头，似乎在表示肯定。她那身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在这种环境和氛围里
愈发显得阴森和恐怖。苍白的脸庞则被马灯的火光照得宛若怨魂。如果有别的冒险家来到这里，看见这一幕，肯定会被吓得狼狈逃跑，跌跌撞撞。克莱恩屏住呼吸，伸出左掌，用力推开了石门，并举高了马灯。他发现这里的格局和之前那间非常一致，像是小型祈祷室和巨型雕像的完美融合。越过铺着麦穗色石板的空地，克莱恩用马灯照亮了前方的3层台阶。台阶之上有一尊4、5米高的洁白石雕，她是一位丰腴柔美的女士，脚底生长着麦穗，环绕着泉水，衣裙飘逸外荡，插着各种草药花朵，并描绘着不同动物的形象。这位女士的胸口高高鼓起，双手抱着一个藏于襁褓的可爱婴儿，整体圣洁而端庄。不会是大地母神的雕像吧？克莱恩嘴角微勾的低声说道。保镖小姐未作回答，也没有否定。检查了一圈，两人退出这个房间，打开了紧挨着的第3扇门。这扇门之后是一条能供4人并行的甬道，前方黑沉幽深，神秘诡异，不知通向着哪里。我们先确认右边的4扇门后面是什么情况，克莱恩提议道。他不敢贸然深入。保镖小姐向后飘走，以行动给出答复。两人依次打开了右边的4扇石门，分别看见了狂风和海浪符号构成的风暴圣徽，节节线条簇拥的太阳圣徽，黄昏符号或剑形标志组合出的战神徽章，以及用一本打开的书册和一只全知之眼表征的知识与智慧圣徽。与此对应，房间内是4尊疑似的神灵雕像，有身穿黑色盔甲，脚踏海浪，身绕暴风，背披闪电，手持3叉戟的威严中年男子，有纯白长袍罩体，一手握着契约之书，一手托着太阳般金球的年轻人，他英俊而朝气。有高踞王座，将长剑杵在面前的战士，他的脸庞藏于面甲之后，全身盔甲有种难以言喻的破败感。有拿着书册和全知之眼，戴着兜帽，只露出嘴巴，皱纹和长长白色胡须的老者。除了蒸汽与机械之神，正统的6位神灵都在这个诡异的大厅内有祈祷室。有人形雕像。考虑到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在罗塞尔出现前的弱势地位，这个问题似乎有了某种解释。真够邪异的，克莱恩半是忍不住，半是想试探保镖小姐反应的感叹道。这么一座近身100米的恢宏大殿内，竟集齐了6位正统神灵，这在当前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6位真神的教会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主和别的神灵在同一座建筑物内？这是古老的第4纪才有的风俗。还有那人形雕像是怎么回事？虽然看起来都很正常，不像原初魔女真实造物主的神像那么邪异，但还是让人感觉怪怪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6位神灵的形象演化至当前的抽象符号？不，也许本身就是，只不过这里的主人疑似荼夺家族成员的大贵族，出于某个目的，故意塑造了6位神灵的人形雕像。我想到了上辈子小说里的一个物品——6魂幡。等待保镖小姐回答的同时，克莱恩漫无边际的发散开了思绪。保镖小姐未做这方面的回应，飘忽平淡的开口道：“还有1扇门。”是啊，克莱恩忽的有些畏惧。在他看来，至于中央的门往往都有特别的含义，或许是这片古老建筑最核心的区域，当然，这多半也意味着最危险。你对那里有什么知觉？克莱恩犹豫2秒，直接开口问道。不用灰雾排除干扰的情况下，他觉得保镖小姐的灵感和灵性直觉要比自身目前水准的占卜可靠，毕竟对方的状态很特殊，接近灵体，可以无障碍的沟通灵界，得到启示。保镖小姐闭住眼睛，过了几秒才回答道：“很危险，但这危险被约束着，深入之后，不要贸然动任何物品被约束的危险。这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里面封印着什么？”克莱恩做着猜测，和保镖小姐一块来到中央那扇石门。踏上了深黑色的地板，马灯的火光似乎微弱了一点，非常艰难地驱逐着前方的黑暗。克莱恩已将左手揣进衣兜，握着阿兹克铜哨和几枚符咒，走了大概30步，保镖小姐突地停顿下来。克莱恩举高右手的马灯，发现前面被巨石和泥土堵住了，左右两侧分别有1扇与大厅同形制的石门，右侧半敞开着，里面被泥石填满了。也许当初这片古建筑是在地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沉入了地底，并有些垮塌。克莱恩咕哝了一句：“我们能选择的方向只剩一个。”他话音未落，就看见保镖小姐飘至前方，贴到巨石上，融了进去，
消失不见。克莱恩嘴角抽搐了一下，开始耐心等待。过了几分钟，保镖小姐从右侧的泥土里钻了出来，身上未沾染半点尘埃，彻底垮塌了。她表情平淡的给出了结论。克莱恩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能露出笑容。接着，两人同时望向了左侧那扇没有完全合拢、留着一道缝隙的石门。克莱恩靠近过去，小心翼翼的透过那3厘米左右的缝隙望向了里面。先前被石门阻隔的灵视顿时有了发现，里面闪烁着至少4团强烈的、耀眼的灵性光辉，有2团接近暗金的色泽，有2团深蓝如海。灵视之后，克莱恩正常的视觉里跟着浮现出了一幅狭窄的场景。穿入房间的火光映照出了黑色的石板，石板之上有一堆堆盖着腐朽衣物的白骨，其中几具内有暗金和深蓝的光芒透出，凝聚的非凡特性，神奇物品。念头闪烁间，克莱恩扫到了房间的尽头，那里的深色墙壁上耸立着一扇对开的大门，血淋淋的对开大门，这扇门上似乎还残留着新鲜的血液，它们映照着火光，正不断往下滑落。克莱恩原本打算让保镖小姐探路，忽的感觉掌中握着的阿兹克铜哨出现变化，原本冰冷柔和的触感一下刺骨、深沉而死寂。克莱恩眯了下眼睛，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紧接着，他发现自己的右小臂又麻又痒，开始鼓胀。脑海内画面一闪，克莱恩当即用左手掏出一张塔罗牌，唰的在右小臂上割出了一道伤口。那道伤口内涌出的不是血液，而是一条条蠕动的细小黑虫。这些黑虫掉在地面，腐蚀出了点点烟雾。它们挣扎着，抱团着，但最终还是消融在了马灯的火光里。过了几秒，克莱恩伤口处那一条条黑虫终于流完，开始有赤色溢出。他蠕动肌肉，控制住这不大的伤口，没让血液外流。保镖小姐静静看着这一幕，好看的眉头少见的皱了起来。克莱恩刚想说话，却发现阿兹克铜哨的寒冷和死寂并未减弱。与此同时，他的目光扫到了保镖小姐的影子。她原本是没有影子的。跑！克莱恩低喊一句，当即向着大厅位置奔逃。保镖小姐迅速飘了上来，两人看见身前的马灯火光逐渐被一团黑影所吞没。噔噔噔！克莱恩发力狂奔，在四周越来越暗淡的光芒里，跑得像是一团飓风。噔噔噔！黑影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越来越浓，火光即将被完全吞噬。而此时，大门还有好几米。就在这时，克莱恩依据本能，猛地合身前扑，旋即接一个翻滚，越过了石门。火光陡然明亮，他心头的不安感瞬间消散，掌心的阿兹克铜哨也恢复了柔和冰冷的触感。保镖小姐漂浮在他身边，回身望着重又陷入深沉与黑暗的甬道，语气里带着不太确定的意味道：恶灵，恶灵。克莱恩听得险些倒吸了口凉气，还好小丑非常善于控制本身的表情和反应。在神秘学领域，恶灵是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怪物，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和高序列强者划等号。徘徊于古老建筑内的恶灵，出于某种原因被约束，或者说被束缚在那个房间内的恶灵。如果真是恶灵，能够解释阿兹克先生的铜哨为什么有反应。恶灵也算不死生物的一种。克莱恩站直身体，同样看向那条被幽暗淹没的甬道，只觉里面似乎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第49章梦。冰冷阴寒的大厅内，克莱恩忽地打了个寒战，收回视线，对保镖小姐道：回去吧。以刚才阿兹克铜哨的表现来看，最里面那个房间内多半有恐怖的恶灵存在，危险程度很大，可能在密友大师罗萨哥和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之上。他徘徊了几百上千年，也许已经等于高序列强者。如果不是他的力量透出房间困难，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就算保镖小姐属于序列5里的佼佼者，我加上他也几乎没什么希望翻盘。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被疑似非凡者遗留特性和神奇物品的宝藏诱惑。贪婪往往导致死亡。克莱恩默默找着理由，说服着自己。保镖小姐侧头看了他一眼，目光没什么情绪的问道：之后呢？之后，克莱恩悄然呲了下牙，斟酌着语言道：让米勒卡特报警。谁知道那恶灵什么时候能够脱困，能尽快解决他就尽快解决他。不行，卡特先生知道的不多，以这样的方式报警，警察部门会不够重视。
第一批来探索检查的人将死伤惨重，甚至可能间接帮助恶灵摆脱束缚。还有，看见了这样的雕像，我这个侦探也许会被灭口。你有看见房间内的白骨和灵性光彩吗？保镖小姐重新将目光投向半开石门后的幽暗甬道，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克莱恩思绪电转道：我猜测那些都是之前探索者的尸体，他们被恶灵杀死在了那个房间内，其中的非凡者遗留下了神奇物品，这可能与原本居住在外面房屋的子爵家族有关。我打算问清楚他们的姓氏，去图书馆翻找资料，并寻访他们的后裔，看能否获得有用的线索。等初步确定好状况，我将视严重程度做出选择，可能弄点炸药，把门毁了，不让其他人进来，也可能投匿名信给警察部门，详细描述恶灵的存在。不过这必须得预先想好办法，规避掉风险，这都不是太急迫，可以慢慢来。保镖小姐安静听完，目视前方，语气飘忽的说道：你不考虑组织人手净化那个恶灵吗？就算没有遗留的神奇物品，仅是恶灵消散后残存的部分也足够珍贵。我第一次见你说这么多话。大概，克莱恩毫不犹豫就回答道，风险太高了，我认为我的生命和健康更加重要。他组织了下语言，补充道，我认识的最厉害的强者就是你，而从刚才的表现看，你似乎也不是那个恶灵的对手。我想象不出来，在报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解决他？保镖小姐转过身体，苍白的脸庞略显透明。你还有理智？他平静淡漠的评价了一句，接着飘向古老大厅的出口。除了疑似被真实造物主影响，我哪里像疯子？克莱恩腹诽一句，提着马灯和手杖，紧紧跟随在保镖小姐身后。整个过程中，他始终觉得自己被幽暗甬道内的冰冷目光注视着，一直到走出那扇有远古气息的石质大门，这种感觉才忽然消散。克莱恩转过身体，关上大门，将倒立的烛台、刀劈般的烙印和邪异的六神雕像统统封闭在了里面，让他们继续沉睡于上千年不变的黑暗与寂静中。拍了下衣物上的尘埃，他将马灯换了只手，然后快步返回米勒卡特的地下室，而保镖小姐已习惯性的消失于了空气里。米勒卡特正在地下室内踱步，看见克莱恩出来，忙开口问道：怎么样？里面是什么状况？克莱恩早已想好说辞，露出后怕的表情道：非常糟糕，有很多的蛇，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坍塌。我打算搜集些资料，找齐人手，做好准备，再做第二次探索。这段时间内，你最好不要派人进去。相信我，毒蛇多的超乎你想象。老绅士米勒轻吸了口气，略显惊惧的问道：他们会游过来吗？你有认识对付蛇的专业人士吗？克莱恩当即点头道：我会找人合作，尽量处理好这件事情。现在已是寒冷的秋天，蛇都不愿意动弹，只要你不派人进去惊扰到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情。好的，请尽快。这段时间我会关好这扇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米勒闻言稍微放松了一点。克莱恩见真实但非全部的话语唬住了雇主，忙放下马灯，推了推金边眼镜道：接下来我会搜集些资料，先初步弄清楚那片地下建筑的布局，再做探索。这需要你告诉我，这栋房屋原本的主人是哪位子爵？米勒正是冲着前贵族产业的名头才买下这栋建筑的，当即回答道：庞德子爵。对于他和他的家族，你知道哪些事情？克莱恩摆出专业的姿态追问。米勒思索着道：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们是在贝氏之战里获得的爵位，曾经有过显赫的时光，但几十年前不知为什么突然败落，连续失去继承人，只能找旁支的亲戚来保留爵位，而新的庞德子爵是个总之他挥霍光了大部分家产，被国王降为从男爵。他目前应该还在贝克兰德，但随时可能破产。贝氏之战，第5纪738年开始的贝氏之战。顺利毕业的历史系大学生克莱恩条件反射的就回忆起了相应的知识。那场600多年前的战争是一场牵涉宗教的战争，南方的费内波特王国原本同时信仰着大地母神和知识与智慧之神，但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两大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信徒们也时常冲突。他北边的2位邻居鲁恩王国和彼时的英蒂斯王国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信仰自由，开启了战争。后期福萨克帝国加入，试图破坏鲁恩和英蒂斯的图谋，但依旧没能扭转局势，遭遇了失败。战争的结果是，分别位于鲁恩和费内波特交界处、英蒂斯和费内波特交界处的伦堡、马西、塞加尔等国独立了出来，以信仰知识与智慧之神为主，
费内波特王国内部只剩下大地母神教会。因为战争的双方都指责对手背弃了第四季末的神圣誓约，所以这场持续了5年的冲突被称为贝氏之战。在那之后，北大陆有了超过300年的和平时代。这不是说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冲突，只是不再有那么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切持续到罗塞尔发明蒸汽机，改良了帆船和火炮，这就是历史课本上记载的内容。现在想想，既然涉及信仰，必定有教会的非凡者卷入，暗地里肯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超凡战争。不过那个时候据说已经是超凡稀少的年代，非凡者的数量并不多。小队式的战斗，庞德家族几十年前突然败落，连续失去继承人，会不会和发现地底那座古老建筑有关？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问道。那你知道庞德从男爵目前居住在哪里吗？抱歉，我不清楚。米勒微微摇头。克莱恩又询问了几句，见无法得到更多的情报，于是告辞离开，返回了明斯克街15号。此时5点近半，天色阴沉昏暗，宛若夜晚。克莱恩想着各个公立图书馆应该已经关门，于是暂时将地底建筑的事情放下，为自己准备起晚餐。他原本想根据报纸上的菜谱学做费内波特面，结果做出了半肉半酱半素菜的拌面，味道意外的不错。吃饱喝足，克莱恩随手抛了硬币，占卜目前是否应该报警，得到了不应该的答案。夜晚的贝克兰德和其他城市一样宁静，至少乔伍德区是这样的。克莱恩正睡得很香，模糊的徘徊于不同梦境里。突然他一下惊觉，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有人入侵了我的梦境。克莱恩克制住皱眉的冲动，假装迷糊地审视起四周。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了一片滚烫的黄色的沙漠里，天空忽地传来一声嘶吼，一只黑中染金的巨大怪物翱翔飞来。这怪物有着粗壮的蜥蜴般的身躯，背后长着一对宽阔的腹皮翅膀。它越来越低，遮住了天空中的太阳。一条巨龙，强大的巨龙。克莱恩看到了盘碟大小的鳞片，看到了冒着纯净光芒的巨口，看到了2只暗金色的树瞳。吼！这巨龙吐出了光芒，无边无际覆盖一切般的光芒，大片的沙漠随之泯灭。光芒之中，一道人影跳至了半空。他足有3-4米高，但却没长巨人独特的树脂单眼。他有张英俊的年轻的脸庞，身上穿着被泼洒了鲜血般的黑色全身盔甲。这位巨人般的骑士由下往上挥出了阔剑，无数的青白弦子火焰随之凝成长枪，密密麻麻地射向了那条巨龙。他似乎有整整一个军团的虚幻非凡者在配合作战。流星火雨里，那巨型骑士跃到了巨龙的头顶，往下做出劈砍的动作。他之前拖出的道道残影瞬间重叠，剑光变成了交汇的闪电。啪！大地疯狂摇晃，巨龙跌了下来，血液暗金。这个时候，画面陡然改变，呈现出一扇血淋淋的大门。正是克莱恩下午在那片古老建筑最里面看到的那扇血色大门。吱呀一声，那血淋淋的大门敞开了一条缝隙，让人隐约能瞄到一张黑色的高背椅。高背椅上坐着位正常大小的男子，他低着脑袋，安静而死寂。视角越来越近，克莱恩看清楚了这男子的穿着，他似乎正是刚才那位击杀了巨龙的骑士。他依旧穿着染血般的黑色盔甲，唯一的不同是他不再有3-4米高。就在这时，这男子突地抬起了脑袋，年轻英俊的脸庞之上有一块又一块腐烂见骨的可怕痕迹，眼睛则冰冷而无情。克莱恩吓了一跳，豁然从梦里惊醒，睁眼看见了穿透窗帘的绯红月华。第50章灵感与尝试。朦胧暗淡的绯红月光里，克莱恩掀开棉被，爬了起来。对一位占卜家而言，重视梦境是最基本的素养，而刚才那场梦绝对无法用单纯的噩梦来解释。他穿着还算舒适的衣物，来到全身镜的前面，低声说道：我梦见了那个房间内染血的门保镖小姐的身影缓慢勾勒于了镜子上。没什么表情的回答道：恶灵气息的影响，这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样啊。克莱恩微微点头，回到床边，拿起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见时间还早，他又重新躺下睡觉。这一次梦境之离，再没有刚才的遭遇。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清晨，克莱恩神清气爽的给自己做了个溏心蛋，以此搭配涂奶油的面包。在鲁恩王国，或者说在北大陆各国，早餐时看报纸是绅士们必做的事情，克莱恩也不例外。
摊开了订阅的塔索克报、贝克兰德邮报和贝克兰德早报。政府雇员统一考试法案正式在上院通过，初次考试将于12月初进行，第二轮考试在明年1月底，2周后是最终面试。1周内，政府会公布本次考试涉及的职位和要求，开始进行报名工作。记者猜测，这大部分都会在贝克兰德。克莱恩一行行扫过内容，端起杯子，喝了口稀薄红茶。他难以避免地联想到了班森，在心中自语道：9月底通过法案，10月上旬公布职位，11月初完成报名，12月初开始考试，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很不合理，足以看出国王和首相的急迫，但这对班森很有利，他比别人提前了2个多月准备，就算比不上那些大学毕业的精英，也肯定能胜过绝大部分的其他人。而那些精英想要谋求的职位和他不会重合，他应该没有问题。克莱恩本想在胸口点4下，画个绯红之月，说一声愿女神庇佑他，可想到保镖小姐就在附近，又强行忍住了冲动，毕竟他宣称的信仰是蒸汽与机械之神。吃掉最后一口面包，他继续看起报纸。上下两院通过了设立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议案，允许政府组建这个机构。未来1个月将是各方争夺委员资格的关键时期。单独的检验检察官职位被批准，目标是生产酸和碱的工厂，以最大程度降低他们的污染程度。第5版没有恩斯特商行收购货物的广告。明晚不需要考虑参加非凡者聚会的事情。停更市水仙花街2号。班森反复默读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完全忘记了餐盘里的面包。统一考试法案通过了。梅丽莎穿着黑色的长裙，侧头望向表现异常的哥哥。之前几天的报纸已经在陆续渲染这次会通过的议案。班森终于放下报纸，抹了把黑色的头发，缓缓吐气道：是的。这时两人突然陷入了沉默，房屋内一片安静，就连刀叉碰撞餐盘的声音都没有。难以言喻的气氛被厨房出来的女仆贝拉打破。班森笑笑道：这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之前一条新闻。梅丽莎的表情异常沉静。班森啃了口面包，微笑道：贝克兰德技术学院该组成大学的新闻，他会在明年正式招收学生，不做文法和古典文学的考试，以技术方面的内容为主，很适合各地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和在校生。梅丽莎，我认为你可以尝试一下。可是梅丽莎下意识反驳道。班森打断了他的话语，含笑说道：他的学费将比廷根、珀斯、霍伊、贝克兰德等大学便宜1半，等同于坚海郡的康斯顿工业大学，而且有更多的奖学金机会。梅丽莎，你不是喜欢机械，喜欢蒸汽，喜欢这方面的内容吗？这是你接触更先进、更深入知识的最好机会，试一下，怎么样？不要担心浪费金钱，那笔钱虽然可以让我们不用工作就维持现在的生活，但我们还年轻，不能就这样定义我们的人生。你看，和几个月前相比，我的文法水平提高了很多。换个环境，也许会更好。我知道你舍不得停更，舍不得这里。我们终究会回来，但不是年轻的时候。梅丽莎侧头望了眼茶几上的各种零件，嘴唇翕动了几下道：那贝拉怎么办？在克莱恩过世以后，他原本不想再聘请杂活女仆，可想到贝拉失业后可能出现的生活惨状，又放弃了这个打算。反正每周5苏勒的额外开销，对年金收入至少能有300磅的莫雷蒂家而言，已经不算什么。对此，班森摇头笑道：这还有好几个月，可以让贝拉提前去寻找新的工作。在此之前，我们会继续支付他报酬，给他卧室，而且他的厨艺比以前好了很多，完全可以去应聘家庭女厨师了。可惜，呵呵，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你能通过贝克兰德技术大学的入学考试。他本想说可惜贝拉没能学太久的厨艺，但望了眼梅丽莎沉郁的表情后，又强行改变了话题。不等梅丽莎再说，班森笑着摸了下自己的头发：我打算明天就辞职，专心准备考试。这次的职位据说大多数都在贝克兰德，这正是我的目标，希望我们能一起去那里。梅丽莎沉默片刻，终于缓缓点了下头。与此同时，他放好刀叉，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巴道：我去盥洗室。好的。班森目送妹妹起身离开餐桌，脸上一直堆着的笑容飞快消失。他掏出那个有芝麻花纹的银色怀表，仔细凝望了一眼，非常小声的叹了口气。整个周日的白天，
克莱恩忙碌奔波于乔伍德区的几个公立图书馆，想要寻找庞德子爵相关的资料，但是这个子爵家族并没有单独的传记，也未引起哪位历史学家进行专门研究的兴趣。他们的一切散落于了各种历史资料的不同角落，没有搜索功能使用的克莱恩面对那浩如烟海的图书和论文集，只觉脑袋一阵一阵的在抽痛。他花费6个小时翻看了诸多资料，依旧没能获得有用的信息。必须找一位对贵族历史有广泛研究的人帮忙，或者贿赂警察部门的人。拿到庞德从男爵现在的居住地址，他是贵族，警察部门肯定有相应的记录。贵族的数量可不多。克莱恩回到家里，站在洗漱镜前，对着空气说话。镜子表面迅速勾勒出了保镖小姐那身哥特式宫廷长裙和头顶的黑色软帽。她微不可见颔首，似乎在对克莱恩的想法表示赞同。紧接着，他虚幻飘忽的声音传了出来：雇佣结束了，我知道，满3天了。克莱恩想了想道：如果我能在庞德家族的事情上收获什么线索，你是否愿意知道？保镖小姐没做回答，但轻轻的点了下头。通过马里奇转告，克莱恩问道。再次点头后，保镖小姐弯下腰身，提起裙摆，行了一礼。她的身影迅速消失，镜中倒映的一切再没有任何特殊。克莱恩环顾一圈，并未就此放松，按部就班的准备起晚餐，填饱了肚子。等到夜深人静，回到卧室，拉拢窗帘，他才拿出铁质的卷烟盒，伸手触碰到罗萨哥遗留的那只全黑之眼。一阵阵虚幻的嘶吼当即撕裂他的脑海，似乎要撕裂他的精神，摧毁他的思绪。克莱恩艰难抗衡着这种让脑袋快要炸开般的痛苦，又一次看见了自己身上不同部位蔓延出去的黑色细线，它们密密麻麻，虚幻可怖，一直延伸到了无穷远处。克莱恩环顾四周，没找到别的黑色细线，终于确认保镖小姐已经离开。他连忙松手，逃离那负面影响，缓了几十秒，才彻底恢复正常。总算可以去挥物之上，去验证之前产生的那个灵感了。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飞快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然后灵体状态的他携带阿兹克铜哨，抱起那个铁质卷烟盒，回到挥物之上。克莱恩坐于古老长桌的最上手，用手指搓出灵性火焰，烧掉了角落的染血文件等不再需要的物品。做完这一切，他打开铁质卷烟盒，不出意外的发现那全黑之眼变得沉静，不再时刻透露出疯狂，但是那种影响，那种污染依旧沉淀于内，仅仅不再活跃，仿佛冬眠。果然没法直接分离。克莱恩低语一句，旋即在古老长桌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具现出了一位穿戴兜帽长袍的男子。和之前制造分身时的尝试一样，这男子呆滞僵硬，一看就不是真正的人，没法蒙骗塔罗会的成员们。不过克莱恩对此已经有了灵感，他伸手握住了那枚全黑之眼，耳畔一阵宁静，没再出现恐怖的嘶吼。借助这聚集的非凡特性，他看见对面那个假人身上同样有根根黑色细线往外飘荡。紧接着，克莱恩小心翼翼地让灵性通过全黑之眼蔓延出去，触碰向其中几根虚幻之线。豁然之间，他产生了握住的感觉。这时他念头一动，那假人当即抬了下手。果然可以，我可以借助密偶大师的能力制造出一个虚假的塔罗会成员，只是这消耗很大，我没法维持第二个。已背的象征符号不会发生对应改变，但正义小姐他们又看不到。克莱恩欣喜的开始反复练习，甚至掌握了怎么操纵对方的喉咙和嘴巴，让他说话的技巧。等到灵性接近枯竭，他微笑看向对面的假人道：欢迎你，新的成员，你想抽哪张塔罗牌？说完，他闭上了嘴巴，对面那假人则抬手摸了摸下巴，嘶哑笑道：世界，我选世界这张牌。